再这样哭下去，玄哥就没命了。世子妃，府医已经没办法了，全府的丫鬟都试过了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鞋子和上衣颜色不一样，裤子颜色也不一样。这是英语，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奴婢有要办法。哼，一个烧火的能有什么办法？世子妃安好，奴婢愿意试。奴婢有一个猜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当下就能让小少爷停止哭嚎，让小少爷换一身同色衣服即可。想要别出心裁，也别拿这种方法来作践我们小主子。奴婢并不是胡诌，在奴婢家乡就有小儿因衣服花色不喜，整日哭啼的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东荣，是世子妃，要是幻听，我就要被打板子了。当真是哭极好了，还是不舒服。小少爷应该是闷得难受，这样下去会长痱子的。现在外面正是初秋，怎么可能会闷热？你以前带过孩子，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。很好，那就留下来吧。谢过世子妃，晚点衣物和住所，东荣都会带你去置办。太好了，我以后就是3等丫鬟了。好饿。东荣姐姐，是不是到小王爷的饭点了？还真是。怎么了这是？小少爷又挑嘴了，此时不饿。好辣！不对，分明是你偷吃了腊食，面色潮红，不断咳嗽，哪里是呛奶和挑嘴那么简单？你这小丫头，好利的嘴，才刚进寒图院就要拿我开涮，哼，以此来站稳脚跟。世子妃，您是知道的，奴婢的饮食从来都是小厨房特供，小少爷平日吃饭就挑嘴，除了奴婢的奶，其他的都不喝，奴婢怎么可能偷吃腊食？姑姑太脆，不好吃，味道很单一，不好吃。此时绝不是小少爷挑食，你若不服，我现在立马去做辅食。小少爷吃了，你马上道歉。你当自己是神仙不成？你只管去。若你能让小少爷吃辅食，我心甘情愿道歉。世子妹，你冲动了，你日后还要和曹奶娘相处，何至于闹成这样？曹奶娘能留下，就是因为小少爷喜欢。若是做得好，也许大半辈子都在府邸里养老了。少爷的奶嬷嬷是千万得罪不起的。东荣姐，我就是看不得世子妃被一个奶嬷嬷拿捏。回禀世子妃，小王爷分明就是饿了，他不吃奶，一定是奶有问题。奴婢恳求让府医前来检查。难道每一次小少爷所谓的挑食，都是他贪嘴的黑锅吗？他贪嘴，却让小少爷背上挑食的坏名声，真是好没道理。世子妃，这是从奶娘住处搜捉到的，杖责10棍，打发出府。世子妃，奴婢只是一时贪嘴，并非恶意的，小少爷离不开我。这个阿姨身上香香的。你竟然将巾和袖子上抹蜂蜜，你就是用这个来吸引小少爷从一众奶母中一骑绝尘的。你叫什么？回禀世子妃，奴婢叫江小满。这是世子妃特意赏你的，老实做人，别太张扬，不断展现价值才是王道。小鸭子跑啦，真好玩！夫人想小少爷了，托我过来接。疼，放开我！钱嬷嬷，未得世子妃允许。哼，什么时候夫人想看小爷，也轮得到你们这些人来智慧。哼，小满，你怎么样？东荣姐，你现在去拦世子妃的马车，我去侯夫人那边，时间还来得及。
可是世子妃去的是长公主的宴会，必须去。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世子妃出门时候来强行夺走孩子。虽不知侯夫人那边要做什么，可若是等世子妃参宴回来，一切尘埃落定，那可就晚了。以后不必来了。侯夫人请了宫里的教养嬷嬷来照顾小少爷，日后小少爷就住在寿庭院了。哼，我刚得到的地位不能前功尽弃。嬷嬷，小少爷养在寿庭院，至少也要同世子妃知会一声才是。哼哼，钱嬷嬷提点过你了，你怎么还这么不知趣？小少爷这是哭急又犯了。不好，他要窒息了！丑死了，颜色都不一样。也不知随了谁的坏脾气，老实点。姐姐，他们欺负我。小少爷乖，等我们回院子，就把衣服颜色帮你换回来。大胆刁奴，你竟然敢这么没有分寸的闯入寿庭院！奴婢是为了救小少爷。把小少爷给我！反了你！住手！敢问小马是犯了什么错，能让钱嬷嬷在这儿帮我管理下人？小马闯入寿庭院。江小满，你来说。我也是为了玄哥好，他养在你膝下7个月，哭疾不曾好，连百岁宴都办不起来。好痒，好不舒服。多半是今日白天洗澡导致小少爷着凉了。不对，他是过敏了。世子妃，小哥儿不是着凉，是过敏了。从头到尾就你最爱在人前现眼，这平白无故的你就说小姑爷过敏，简直空口车谎。他先是喷嚏，又是难受，更像是因过敏导致的颅内短暂缺氧。哼，小丫头，小少爷只是洗澡有些着凉，所以才引起的昏睡。你拿什么担保他是过敏？我拿项上人头担保，如果小少爷不是过敏，我立马撞死在这里。钱嬷嬷，去叫府医。我教养贵人至今已有18年整，比你岁数大。若真如你说是过敏，我今日就请辞侯府，自回宫中同贵妃解释缘由。确实是风寒。哼，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？来人，将这个口无遮掩的贱婢拉下去！慢着，莲蓉，你可别犯糊涂，为了一个满口胡话的丫鬟，得罪贵妃派遣的教养嬷嬷。小少爷的衣服下全是红疹，就是过敏。怎么过敏状况已经这么严重了？红疹已经蔓延到胸口了。是过敏导致的喉管发肿引发的昏迷，若真当风寒治了，那就晚了。冬蓉，去煎药。小满姑娘，你从何时觉得不对的？从小守爷被嬷嬷抱起来时发现不对的，我怀疑是嬷嬷身上的熏香让小守爷过敏。把你的香囊拿出来！难受，小曼姐姐。你院里的那位小丫鬟倒是个厉害的，这次的事情就作罢，等玄哥好些就将她带回去吧。既然有这么个丫鬟，我也放心了。终于把小少爷抢回来了，机遇果然和风险并存。3等丫鬟月银2两银子，是农户1年的储蓄了。衣衫上能有绸子和纹路，冬日3套外套，夏日4套，太好了！这是世子妃赏你的，这些起码值10几两银子。
谢谢世子妃，谢谢刘胜姐姐。别谢我，要谢就谢你自己争气。世子妃和侯夫人因小少爷的归宿吵了无数次架，没想到今日被你解决了。你做得很不错。明日是长公主设宴第2天，世子妃点名让你也跟着陪同。明日是个鸿门宴，长公主一派和侯府不和，世子爷去边境就是他们强力推举造成的。今日世子妃临时回来了，那边传信要求明日带着小少爷去赴宴。小少爷身上的红疹恐怕明日才退，这刚从鬼门关回来，长公主疯了吗？对方得知这结果，故意而为。明日你且注意着玄哥就行。这就是侯府小浩爷，生得可真俊。知道了，宝宝好看哟。这就是你们侯府那个小罗刹，小儿年幼，叫殿下见笑。昨日你没来，本宫特意备的礼都没送出去，可惜了。把那3日香拿来，给玄哥哥瞧瞧。不要，臭难受。谢殿下赏赐。你们侯府的丫鬟照顾孩子实在不怎么样，本宫这里有个秋水，懂规矩，也会带孩子。赏给你吧。还有那个烧火丫鬟，带上来，本宫瞧瞧。带她去看看本宫的儿子，治不好就地打死。殿下，小满只是个照顾孩子的丫鬟，哪里敢在公主府班门弄斧？怎么，本宫给你脸你不要？本宫要个丫鬟看看病，你都推3阻4。连锅，你是把本宫当猴耍？他再替我顶一句，这火就会全烧到侯府头上。奴婢愿去，既是殿下吩咐，奴婢不敢不从。这才像话。不过一个烧火丫鬟，也值得你这样护着。公主只传她一人，她是世子妃的人。到了公主府，就是殿下的人说了算。我去看看。小满姐，做奴婢的还是得靠经验，先顾好你自己吧。这一屋子的人都等着看我死，既来了，那就闯一回。进去吧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就把他弄醒。孽畜！贫道早就说过，侯府出了妖祟，此女前世就是黄鼠狼成精，今生借妖术惑主，如今还敢来玷污公主府。殿下，小满只是个丫鬟，此局可破，放他半碗血，为小公子擦身，再取他心头血入药，方能镇妖驱邪。一派胡言！你胆子倒大。他这是治病，还是借您的手杀人？妖孽，死到临头还敢巧言！那我问你，要是放了我的血，取了我的心头血，小公子还不好，你怎么说？你敢不敢跟我赌？若我证明小公子根本不需要什么心头血，你就当着殿下的面认自己装神弄鬼。你若真能证明，贫道自请辞去一切直属，向你磕头赔罪。我要的不是你磕头，我要的是你自己把把柄送到我手里。灵儿，娘在。这个香饭饭也有，吃了就困困。你做什么？小公子不能吃大米，他对这个过敏。满口胡话，这世上哪有孩子会对米过敏？殿下，您为小公子试过那么多法子，不差这一顿。把米撤了，只让他吃别的，一顿就能看出端倪。准。气息确实稳了些，真的有用。殿下，贫道就说了，他是在拖延时间。你最好给本宫一个解释。殿下，贫道早说过，他不是故弄玄虚，什么大米过敏，不过是碰巧拖住了一个时辰，现在原形毕露了吧？玄哥儿那次过敏时，先是一下红疹，再是香囊，这屋里味道不对，香。你说什么？香也有问题。胡扯！这香是圣上所赐，香炉也是御赐之物，岂容你信口喷污？我没说香有问题，我说装香的东西有问题。你想怎么验？让我进内室细查。殿下，不可！他这是穷途末路，逮着什么攀扯什么。你急什么？还是你比我更怕查出东西来？查。拿湿帕来。
装神弄鬼。您闻闻。殿下，这底座表面被人涂了迷药。你说什么？剂量不大，对成人影响不显，可对幼儿来说，久闻便会困倦昏睡。日积月来，损的不是一时，是神智。殿下，殿下，贫道不知啊，贫道也是被人蒙骗。刚才不是还说自己一生从不作假？灵儿不会留下后患吧？如今病因已明，避开过敏源和迷药，细细调养，自然无碍。拖下去。既然殿下家事已明，我等不便久留，先告退。退下吧。秋水，你不是说自己最会照顾孩子吗？从今日起，你去侯府替本宫好好伺候玄哥儿。是，他不是傻，是钉子。可算回来了。玄哥儿先抱去洗漱，小满跟着，旁的事明日再说。奴婢见过世子妃。新来的，跟我走吧，我先给你安排住处。长公主亲手塞来的，越怪越不对。小公子已无大碍，只需要静心调养即可。在下就先告辞了。怎么了？还有事？今早小厨房没给我留饭，方才拿夜里热菜，也有人故意拦着。谁？还能有谁？看我生得快，心里不舒服的人。奴婢不是来告状的，只是先跟主子报个备，往后院里若有人冲着奴婢来，奴婢未必会一直忍。倒是个会提前打招呼的。你这不是告状，你这是来递话。那也得先说清楚，省得哪天真闹起来，像我无事生非似的。你想明白了就做，只一点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是。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有些话也该告诉你。秋水这人来路摆在那儿，肯定有问题。长公主往侯府塞人，也不是头一回了。她最危险的地方，不是会不会带孩子，是她那张脸。她那张脸，像极了年轻时候的世子妃。这个疯女人，不是光冲孩子，也不是光冲她，是冲着整个侯府后院来的。不要这个，想吃别的。今天先吃这个，明天给你换新的。给世子妃请安，给小少爷请安。小少爷正是长身子的时候，总吃这个，只怕补养不够吧？那依你看，吃什么够？奴婢做了菜饼，里头加了肉末和蛋，更补身子。小少爷，来尝尝奴婢做的。带孩子终究还是得靠经验，光会煨些软烂菜粥，可算不上会照顾人。你说的对，小满，你先去歇会儿吧。小少爷这般乖，哪有传闻里那么难带？先前怕是没遇到对的人。他抱得不舒服，手硌。急着踩我，急着立功，急着讨主子欢心，他越急，越容易露破绽。小少爷，奴婢以后天天照顾你好不好？秋水这人心浅，藏不住事，你盯着他是对的。我不怕他冲我来，我怕的是他不是一个人来的。偷听啊！小满姑娘误会了，奴婢只是恰好经过，路过能把耳朵露到门缝上，你这路走得够偏的。韩铎院的规矩，看来得有人重新教教你。别急，你既然来了，就慢慢学。小姐，你救救我！小姐，不，世子妃，妾身原本不该来烦您，可妾身快临产了，心里实在怕得厉害。有话就说，别在这哭哭啼啼的。我无父无母，在府里连个能信的人都没有，接生婆子、稳婆、奶娘，哪一个不是旁人安排的？我这肚子里好歹也是侯府骨肉，我只是想求世子妃开恩，把小满给我。我听说小满最会照顾孩子，也懂孕中忌讳，我不要旁人，只要他。你来我院里要我的人，妾身不敢，妾身只是实在害怕，
念着从前主仆一场，才厚着脸皮来求。你也知道主仆一场，你起了那样的心思时，怎么没想起这个？我不过是为自己谋条活路。小满，你自己说，世子妃不屑和姨娘争长短，这口气得由我来出。回世子妃，奴婢的差事是照顾小少爷。再说了，秋水昨日才来，今日姨娘就知道她能顶我的差。姨娘这消息比前院的风都快，可不是吗？韩堕院一有动静，明禅院就知道了，耳朵够长的。你们这是疑心我在院里安眼线，我一个姨娘哪有这样的本事？夫人到！横竖不过是讨要个丫鬟，何至于闹成这样？夫人，你如今怀着身子，经不起气。莲蓉，你也太小气了些。母亲，府医说了，曲姨娘这胎10有8九是男胎，若真生下来，也是替侯府开枝散叶。他要你一个丫鬟，有什么不能给的？你是正室，该有正室的气量，总不能一个未出世的孩子还比不起玄哥身边一个丫鬟吧？母亲的意思我明白了。小满，大大娘娘，快，要憋不住了！小少爷要……小何姐，你别一惊一乍的。小少爷方才一直抓着这只鸭子，分明是被这玩意儿吓着了。你干什么？带孩子要靠经验，不能想当然。孩子哭闹多半就是眼前东西惹的祸。我的丫丫死了！把小少爷给我！哎，夫人您瞧，小少爷到奴婢怀里就安静些了，可见奴婢没猜错，方才就是那木鸭子闹的。来，祖母抱抱。别！小少爷想祖母了呢。夫人，玄哥儿，没事没事，我在。臭，衣服臭，丫丫没了。衣服脏了咱们换，小鸭子没死，我给你修，能修，真的。夫人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只是想……闭嘴！你这叫会带孩子。夫人，先去更衣吧。把他给我看住。是。世子妃，我……这不是中原花。你看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。丫丫要修好。好，修，今晚就修。曲姨娘和秋水都打发回去了。她真以为怀上了就能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下来。她踩着我上位，怀着肚子来我院里哭，拿旧情，拿孩子，拿母亲压我。她真以为我还会一直忍？世子妃，不能动。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您自己。世子爷快回来了，这节骨眼上，曲姨娘要是真出点什么事，哪怕不是您做的，脏手也会全泼到您身上。小满说的对，今日他来这一趟，本来就像是故意来拱火，他就是冲着惹您动气来的。您要是真顺了他的意，那才是重击。不是不能动，是现在绝不能动。这个孩子必须生下来。爸，那孩子的来历恐怕没那么简单，现在再说出来，没人会信。说不好，死的先是我。我去送他们时，顺手试了几句，说曲姨娘恐怕早被长公主收买了。你确定？我提到他今日这一出像是故意挑事，他眼神当场就躲了。再提长公主，他手都不动了。这就说得通了。他平时缩在明禅院，最紧要的是保胎，按理说不该主动来惹您。可秋水刚进府，他就立刻上门抢我，还闹到侯夫人面前。秋水在明处，曲姨娘在暗处，一明一暗，专冲着咱们内院来的。他根本不是冲着我要人，他是冲着让韩字院乱。而且不止这一次，曲姨娘当初爬床的时机太巧了，偏偏是在您快生产的时候。那时候您若真受了刺激，出点什么事，这个贱人！主子，
也上门了，还有金小爷，他们不是前脚刚来过？这回不像拜访，倒像是来砸场子的。殷小爷放了话，说若不交出秋水，连侯府的门都要砸。来了，长公主的后手到了。秋水不能交，我去把它藏起来。不是藏，是绝对不能给。说，秋水是长公主当众赏给您的，今天要是把人交出去，外头只会说您善妒，容不下人，借将军府的刀杀长公主送来的丫鬟，到时候长公主扣您一顶帽子，您摘都摘不掉。交了咱们输，不交将军府闹上门，咱们也难堪。所以这局不是跟将军府争，是跟长公主争。走，去前厅。来了。金小爷好大的威风，这里是侯府，不是校场。那就把秋水交出来。世子妃，秋水曾在长公主府里带过玄姐儿，如今孩子出了事，我们总要个说法。先稳住，先别让他们把局带跑。人在不在侯府？在。那就交。不交。世子妃这是要护一个害过我侄女的丫鬟。金小爷若真这么有本事，昨儿怎么不去长公主府要人？长公主的人你们不敢碰，倒提着剑来我侯府撒火，欺软怕硬这一套，倒叫你们使得顺手。秋水是长公主昨儿当众赏给我的，今日我把人交给你们，明日外头会怎么传？说我借你将军府的手收拾长公主塞进来的钉子。所以世子妃的意思是不管玄姐儿了？不是不管，是不能这么管。秋水交出去，三小姐未必立刻好，可侯府一定先备一身刑。长公主正等着看这出呢。哼，你倒会替侯府算账。奴婢是侯府的人，不替侯府算，替谁算？把东西抬上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小孩子用的椅子。你拿这种东西来羞辱玄姐儿？这椅子是给幼儿坐稳学吃饭的，尺寸是按我家小少爷做的，前日就已经让工匠打出来了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看看腿长和腰宽，到底像不像三小姐的尺寸。您若真觉得侯府能未卜先知，提前2日做出这把椅子，只为等您今日上门，那未免也太高看我们了。这个想做啊！玄姐儿，让她试试。确实有几分本事，但也没传闻中的那么神。奴婢觉得应当去一趟将军府，查看三小姐日常的住宿饮食，再做判断。好，如果你能治好，我们便不追究秋水。劳烦你了，先看看三小姐平日住处。这些有什么问题？把窗都遮上，点灯。现在。玄姐儿不怕。她不是不说话，她是吓得不敢哭，不敢喊。你们换房间、换床帐、换香包，什么都换了，可这张小床，还有这些她喜欢的玩偶，一直跟着她。你们觉得这是可爱，可在她半夜惊醒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在她眼里就是压在头顶要吃人的怪物。没了，小树把怪物都砍了。不怕，小树在。说到底不是什么神神鬼鬼，不过是你们这些大人粗心的很，这些都是应当的。还有城南一处小院，若世子妃不嫌弃，也可一并收下。少夫人客气了，孩子开口是三小姐的福气。小满不过是看得仔细些，担不起这样重的谢。世子妃这是银钱不要，院子也不要，我只求一件事。今日之事，对外就说是府上自己寻到了冰结，别提小满，你是在护他。我当然知道，世子妃也不单纯不要这份人情，不要明面上的重礼，才更让将军府记得牢。世子妃这份心思，
倒比我想的更周全。好，这份情我记下了，将军府也记下了。你们侯府倒真会借势，能借到也是本事。金小爷不会这都不懂吧？玩具姐姐，这一趟算是和将军府结下交情了。主子，奴婢脸上有东西。小买，你是个有本事的，有本事的人留在身边，总得有个更稳妥的身份。你来换个身份，如何？这不是一等丫鬟的衣裳吧？你不是都要往上走了？往哪儿上？姨娘。谁？我？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什么呀？我疯了才去当姨娘，我图什么？图男人不着家，还是图后院日日斗头疼？你真不想？我真不想。谁爱走娶姨娘那条路谁走，反正我不走。行，那你自己去跟主子说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奴婢不做姨娘。为什么？奴婢想把日子过好，但不是这么过。靠男人，靠邀宠，靠分恩，那条路太脏，也太险。今天是姨娘，明天就可能是弃子。娶姨娘的例子摆在那儿，奴婢看得够清楚了。主子若真想把我留下，不如给我另一条路。什么路？我想以您的名义，在京城开铺子。开铺子？我会的不只是哄孩子，我能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卖出去，挣银子。你胆子真不小。不想当姨娘，总得拿出点更值钱的本事吧。等等，这个木鸭子，玄哥喜欢，玄姐儿也喜欢，竹蜻蜓更不用说，小孩子见了没有不追的。高脚椅能让孩子自己坐稳吃饭，婴儿车省大人的力，小厨房能让大一点的孩子玩一整天。这些东西，京城确实没见过。要真做出来，富人圈里应该会抢着买。不光卖东西，还能卖方便，卖体面，卖孩子养得好这件事。继续说，侯府现在最缺的，不只是银子，还缺人脉，缺外援，缺能在关键时候替您说一句话的人。大人之间的交情，有时候还没孩子来得快。谁家孩子难带，谁家孩子挑食，谁家孩子夜里哭，谁家夫人不头疼。只要我们能解决这些，他们自然会主动靠过来。你这是拿孩子结交人？对，借孩子结人情，先用孩子撬开夫人圈子，再靠铺子把银子攒起来。银子和人情两手都抓，以后逛侯府是要走动打点，还是给玄哥铺路，都有底气。主子，您不是一直在硬撑吗？可硬撑最怕的就是手里什么都没有。男人在外头拼前程，女人在后院也得给自己4和孩子攒退路。你倒是比我想的更赶，奴婢只是想把日子越过越好。好，东荣，从我嫁妆铺子拨一间地段好的出来，账房人手采买，先让他挑。是，亏了算我的，赚了你拿30%。30%？主子，这也太……我要留人，自然要留得牢一点。主子，那秋水怎么办？我的饭呢？哟，一等丫鬟还缺这一口？时辰过了，饭早分完了。主子既看重你，你另想法子就是。再厉害，也不过是个小丫鬟，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行，今天这顿我记下了。你记得住就好。一顿饭是小事，可他们不是要饿我，是想逼我低头。这丫头，换了屋子也不说清楚，害我白跑一趟。谁干的？还好没伤着骨头，贴几日膏药。不对，你床上什么味儿？他们是真想毁了你！去禀主子，
现在就去。对，告到主子跟前，我非把这帮脏东西揪出来不可。等等，还等什么？本来我是想告状的，现在我不想只告状。冬蓉姐，我本来不想说的，这是祝红的耳坠，我刚才追出去时在门边捡到的。可刘松姐那边我没敢说，为什么不说？刘贤姐今天已经伤了腰，火气又大，要是知道是祝红，肯定要闹翻天。我怕闹到主子跟前，不好收场。你倒还替他们考虑上了，不是替他们，是替寒笛院想。可他们都把手伸到我床上了，我也不能当没看见。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去查。劳烦冬蓉姐。一个去查祝红，一个去咬祝红背后的人。孙嬷嬷，这回你想躲也没那么容易。敢拿我的簪子做文章，真当我好欺负？刘仙姐，诏书让你热敷。我越想越恶心，他们冲你来就算了，还想顺手把我拖下水，说明他们怕你。怕我？他们是找死。我刚才回想了一下，那盆水泼下来之前，门口有股油烟味儿，像是小厨房常用的荤油。小厨房？也可能是我闻错了，毕竟我以前在灶上待久了，鼻子对这些味儿敏感。你没闻错，孙嬷嬷那帮老东西真是活腻了。刘裳姐，先养腰。养个屁！明天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手贱的下场。刘裳姑娘，你干什么？我的簪子怎么会在小满旧屋门口？你来说。我不知道。那这个呢？你的耳坠又怎么会掉在那儿？不是我没。不过是个耳坠，掉哪儿不是掉？刘翔姑娘、冬蓉姑娘，你们这样按着人逼问，未免太过了吧？怎么，每回出事都是你干女儿？你倒是护得起。她胆子小，经不起你们这样下。胆子小，还敢往别人床上放水壶？我没有，我真没有放。我何时说过是你放的？人一慌，自己就把嘴张开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最好夹着尾巴做人，再让我抓到一次，我让你在寒多院连哭都哭不出来。哟，没砍着啊，你命还挺大。孙嬷嬷，手抖成这样就别碰刀了，哪天真把自己手剁了，也怨不着别人。你个小贱蹄子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祝红出事，是不是你在背后使的坏？他嘴笨，自己把自己送进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少装！自打你进了寒河院，院里就没消停过。赶奶娘、斗秋水，连我们这些老人你都不放在眼里，你就是条毒蛇。毒蛇？那你可得小心点儿，蛇咬人，专咬最吵的那个。你。下一个就是你。完了，孙嬷嬷，您这是做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手滑了。主子的燕窝手滑了，可不是小事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说，就是觉得咱们也许能互相帮一把。江小满不是也让你很难受吗？敌人的敌人，未必不能先做个朋友。厨房，一起说话。怎么了？秋水和孙嬷嬷搭上了，你确定？8、9不离10，一个想借刀杀人，一个想找人垫背，正好凑一块儿去。母亲，您是不知道我在侍郎府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婉姐儿一到夜里就闹，我整宿睡不成。婆母不帮我，还嫌我不会带孩子。他敢这么搓磨你？我若不是实在撑不住住，也不会回娘家丢这个人。我听说嫂嫂院里这位小马最会照顾孩子，悬根枯疾都被他治好了。若他肯跟我回去一阵，婉姐儿说不定也能好些。你是给婉姐儿求，还是替别人求？嫂嫂这话什么意思？工部侍郎府里不是还有个刚得了孩子的小叔子吗？你这趟回来，到底是在心疼婉姐儿，
还是替你婆家四处找现成的人才？江小曼，又有了。我没有，我这就是心疼婉姐儿。二小姐脸色不对，怎么了？奴婢瞧着像是身子虚的厉害，还是请赵叔来把个脉，稳妥些。去，把赵叔叫来。母亲，不用麻烦了，我就是这几日没歇好。既然没事，你慌什么？嘴上扑婆家逼得很，肚子倒先替婆家争上。施妍雅，你这趟回来真不冤。二小姐已有2月身孕，这是二小姐先前亏得厉害，气血不足，胎相不稳。若再忧思劳累，只怕这一胎保得辛苦。你方才还哭天喊地说婆家逼你，结果你自己呢？孩子才多大你就又怀上了？母亲，我能怎么办？婆母日日盯着，夫君也盼着男胎，我若不顺着，你倒是听话的很。妍雅，如今你身子这样，小满更不能跟你走。嫂嫂，你若真心疼婉姐儿，把孩子送回侯府养几日，我和母亲都能看顾。至于小满，她走不了。把婉姐儿送回侯府，那婆家怎么想我？他们只会说我无能，说我连个孩子都带不好。原来你也知道。母亲，您就真不帮我？好，原来如今母亲心里孙子孙女都比我这个女儿重要。主子，将军府的应小爷来了，还带着三小姐，说是竹蜻蜓坏了，三小姐哭着要见小满。竹蜻蜓坏了，坏的可真会挑时候。玩具姐姐，哎呦，慢点。他闹了一上午，非说要这个。断得倒整齐。你什么意思？臭臭，快憋不住啦！失陪一下，小少爷要换衣。你利用我。从将军府那回起，你们侯府就一直在借势，先是借着给玄姐儿看病搭上将军府，再借我今日登门，让外头都知道侯府和金家有来往。你们缺人脉，缺外援，就盯上了将军府，是不是？这少年脾气坏归坏，脑子却转得快得惊人。不能吃，不能吃！主子，这田耕味不太对。刘商，在，劳烦刘商姐把方才送田耕的人叫来，再问问这田耕做了多久，免得放坏了，冲撞客人。又是这一套，他在引人往坑里跳。祝红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这1-2碗田耕是你送来的？是，我就是鼻子灵，闻着味儿有点怪。你送来后可有人动过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是吗？那你送来的时候可有旁人看见？有，当然有。奴婢送的时候堂堂正正，绝没下毒。我何时说过是毒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怕有人冤枉我。谁冤枉你了？江小满，他跟我有过节，他肯定是……我只说味道不对，倒是你，一进门先把毒字喊出来。怎么，你比我还清楚里头加了什么？你若心里没鬼，慌什么？不是我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我就加了点粉末，没想害死谁，就是想让他背锅。我没想到这么大，世子妃饶命，奴婢真没想害主子。你倒是全招了。玩具姐姐，明天见。后天。你胆子挺大。还行，主要是命硬。哼，后日慈惠寺贵人多，盯着的人也杂，注意你身边这个小丫鬟。不是提醒世子妃，是特意提醒我，慈惠寺这一趟，她是真不简单。主子，要不这回就别带小满去了。慈惠寺人多眼杂，万一真有人盯着他，出点事都不好收拾。主子若不带我，我也听命。只是什么？若真有人冲我来，不带我，对方也未必罢手，反倒会显得我们心虚。你倒不怕？怕，可怕也没用。去。但你记住，少说话，少出头，能躲贵人就躲贵人。世子夫在，你如今可不得了了，京里好些夫人都在打听你身边那个会照看孩子的丫鬟。
不过是外头以讹传讹。不管真不真，总之盯着他的人不会少。温瑜呢？方才还在这儿的，戴虎头帽，穿青袍，手里还拿着糖葫芦。小满，你去找。是。寺里这么多人，真丢个孩子，眨眼就没影。小公子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别碰我！好家伙，脾气这么横。你脾气还挺大。等等，你是不是叫温瑜？不是，嘴倒挺严，多半是在闹脾气。不说算了，那这个你会吗？哦，你会解？不然呢？继续，你跟我回去，我就继续。行，还算听话。你教我，先回去。那你能做我师傅吗？行行行，先走再说。找到了，小缓，你牵的是谁？皇叔！皇叔，你可以让他做我的师傅吗？完了，不是找错孩子，是撞上真惹不起的人了。见过康王殿下，孩子们胡闹，惊扰王爷了。是我府上丫鬟认错了人，冲撞了小公子，还请殿下恕罪。奴婢言拙，请殿下责罚。皇叔，他会解9连环，他比府里那些先生都厉害。我不要别人，我就要他。小孩子胡说，王爷别往心里去。我没胡说，他真的会。他刚刚当着我的面解开的。你会解9连环？回王爷，奴婢会一点。那你现在解给皇叔看。不是吧？还现场加试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哒哒哒。皇叔，你看，我就说他会。不好，这已经不是认错孩子那么简单了。皇叔，我能让他教我吗？名字？奴婢江小满。江小满，本王记下。完了，这回是真被更大的贵人盯上了。你这丫头，胆子是真不小。奴婢不是胆子大，是来不及怕。快起来，地上凉。今日之事，一个字都不许往外传。是，只怕不传也难。康王难得在慈惠寺露面，偏偏还点了他的名，被这种人记住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今日吓着了，吓着了。你还知道怕？我在旁边看着，都替你捏了把汗。那位小公子突然一句师傅，我腿都快软了。可你解得很好，解得再好也不如没解。康王不是长公主，长公主要的是采侯符压我。康王那样的人，若真要做什么，未必会提前露出来。主子的意思是，先别慌，真正可怕的不是他今日记住了你，是外头有人会拿他记住你了这件事做文章。你叫我来，什么事？今日慈惠寺的事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事？江小买在康王面前出了风头。你说，一个丫鬟，若是又有了不该有的心思，是不是就要倒大霉了？你想借这个整他？不是我想整他，是这府里最恨丫鬟爬床攀高枝的人，可不止一个。就是他，听说康王都记住名字啦。嘴闲得很，要不要我给你们找点别的活干？东荣姑娘何必这么凶？人家小满如今是大人物了，我们议论2句都不成？孙嬷嬷，议论主子和贵人，按规矩该掌嘴。你要是记不清，我可以替你去问问刘商姐。
你倒会拿鸡毛当令箭，总比拿舌头当刀子强。怎么了？院里已经起闲话了，说我攀上贵人的高枝，比我想的还快。主子，要不要先压一压？你怕吗？怕。我最怕的不是别人骂我，是有人借这个由头说您管不住身边人，说寒蝶院不干净。你倒看得清。近来院里闲话多了，我不管是谁起的头，从今日起，再有人议论外头贵人，编排院中主仆一律重罚，轻则掌嘴，重则发脉。还有，江小美是我亲自提上来的3等丫鬟，谁看她不顺眼，就是看我不顺眼。我说的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姨娘是不是要生了？还没到日子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去请稳婆，快！世子妃，姨娘要生了，她一直喊着小婉姑娘，说只有她去，她才安心。又来这套，稳婆、产婆、医婆都请了吗？都请了，可姨娘疼得厉害，谁都不许近身，只喊小婉姑娘。不是巧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发动，偏偏又点我。你怎么看？不去不行，她若真出事，锅会扣到您头上。但我去，只能做明面上的安抚，不能真沾生产的核心事。刘生，你跟她一起去。小满，你来了。姨娘安心，稳婆都在。阿爸，这孩子真有问题，开得不顺，得再使劲儿。生了，是个哥们儿。冷场。好，侯府又添男丁，恭喜母亲。今儿你也算有功。奴婢不敢居功，都是稳婆的本分。等等，小少爷哭得不对，像是身上扎着了。你又来这一套，孩子刚出生，哭几声不是？是不是？打开看看就知道。拆。这怎么会？有人不想这孩子平安长大，或者有人想借这孩子把事闹大。查，给我查！这屋里的人一个都不许跑！夫人明鉴，奴婢们只顾着接生，哪里敢碰襁褓家珍啊！有人要害我的孩子，夫人，你要替我们做主啊！这哭是真的怕，还是借机做戏？太难分了。你觉得是谁？现在谁都像，但这针放得太显眼，像是怕人发现不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不像单纯害孩子。继续，若真想害，真会藏得更深，或者干脆下药。现在这样，更像是要让人查出来。查出来，夫人必怒，明禅院会乱。您又是主母，首当其冲会被怀疑治下不严，甚至被怀疑容不下庶子。是，他倒是会挑时候。查到一点，今夜给明禅院送新襁褓的人，路上被秋水安过。又是他，他说是奉命看看针脚细不细，还伸手翻了翻。那送襁褓的人呢，已经吓哭了，说不清秋水到底动没动手。他这是故意把自己往明面上送。真是他做的，他不会这么蠢；不是他做的，他也想让人觉得像他做的。那他图什么？图乱。越乱，藏得越深的人越安全。既然秋水这么想被怀疑，那就成全他一半。主子的意思是，先不动他，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局里，再把消息放给曲姨娘，让他以为我们已经盯死秋水了，这样真动手的人才会松一口气，露出下一步。去办。小满姐，这2天倒清闲。旁人都疑我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你急什么？又没人真说是你。我只是怕主子误会。主子误不误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曲姨娘怎么想。果然，她最在意的不是世子妃，是曲姨娘。玩具姐姐，你们铺子还没开，东西倒先把我家孩子拴住了。孩子喜欢便值了。少夫人若不嫌弃，可以先试用，哪里不好再改。改日我再带2位交好的夫人来看看。这里要圆，不能有刺，孩子磕到可不是小事。是，江姑娘放心。你这架势不像个丫鬟，倒像个小东家，拿了3成，自然要像样点。这小椅子真稳，这木车坐久了，腿脚得有道省托。这里的绑带是软布，不勒。这餐盘可拆，吃完直接洗，省事儿。我家璇姐儿用了几样，都顺手的很。开门红了。那边问侯府最近在忙什么？世子妃和江小满在城南开铺子，借孩子们拉拢夫人圈。真有这本事？本事是有，可人也越来越招眼了。告诉那边，若再不动，
他就要真爬起来了。终于抓到了。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替你说？后门会怕婆子，长公主府的旧牌子，还要装？奴婢只是传了几句话，传一句也是传，传10句也是传。你到底替谁做事？是长公主府的人找上我的，我不敢不听。除了你，还有谁？奴婢不知道全貌，真的不知道。奴婢只知道明禅院那边也有人给外头递过话。谁？是曲姨娘身边的翠宁，她又是从角门出去，回来就给曲姨娘带消息。把她压下去，看好了，别让她死，也别让她见人。是。世子妃，奴婢都招了，求您饶奴婢一命。这种棋子最可怕的时候不是作恶，而是快要弃掉时。要不要现在就动曲姨娘？不够，真要彻底拔掉曲姨娘，得有让侯夫人都顾不住的铁证。可她现在刚生了儿子，正得势，所以得从那个孩子身上找，不是去害孩子，而是孩子就是曲一强最大的破绽。小买来了，世子妃让我来看看小少爷。小少爷哭声真有劲，将来必是个厉害人物。借你吉言。这银锁倒别致，是我娘家旧物。你怀疑这个？它反应太快了，而且这花纹不像中原样式，有点像西市那边胡商货上的纹路。去查，别查曲姨娘，先查这锁。康王府小公子近来念着9连环一事，王爷命奴才地铁，请江姑娘3日后往王府一叙。知道了，回去复命，就说侯府会按时赴约。真来了，我能不去吗？不能。主子，准备带去的，总不能空手去。那位小公子既冲着玩学来的，带这些比带金银强。你倒是想得周全，可王府那种地方比长公主府还难走。记住，你这回去不是去攀附，也不是去表现，只做一件事，让康王觉得你有用，但又没那么非你的不可。有用才有活路，不至于太独一块，才不至于被强扣。奴婢记住了。查到了，西市一个老银匠认出来了，这是北狄行商常用的丝纹。那把银锁不是京城做的，是跟着边商一起流进来的。曲姨娘一个内宅姨娘，怎么会有北狄的东西？还有更糟的，银匠说这样式一般不是给女儿家备的，是给男婴压惊用的。这个孩子可能根本不是世子的种。若这孩子血脉有异，就不是内宅争风吃凑了。是，那就是通外。现在还不能定死，但可以肯定，曲姨娘背后那只手比我们先前想的还大。明日你去康王府，府里这边我继续盯曲姨娘。小满，你的路怕是要越走越高了。长公主府是刀架脖子，这像是笑着请你进笼子。记住左眼主子的话，少看少问少露底。是。江姑娘，请，王爷和小公子都在等您。还都在等，这话听着就吓人。你来了！见过王爷，见过小公子。你教我，今天就教。先看小公子想学什么？这个，还有你上次那个会拼起来的木板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些东西谁教你的？回王爷，奴婢从前在乡下时见过些哄孩子的小玩意儿，自己琢磨着改了改。自己琢磨？是。一个丫鬟倒有些巧思，不过是伺候小主子时多想了些。皇叔，我以后都要他来，就他，别人都不会。先生是教书的，他不是。那他教我玩。小祖宗，你可少说两句吧。他是侯府的人，不是王府的人。不过，若侯府愿意借人，未尝不可。先拼边，再找颜色一样的。麻烦。那你别学。我学。他不怕我，这个有意思。难怪会一下盯上我。不是我有多神，是他身边的人都太端着。你们侯府里有什么？上次寺里我看见他和一个老婆子说话，鬼鬼祟祟的。长什么样？脸白，眼睛细，说话嗲嗲的，看着就烦。他还看你，眼神坏。小公子今日难得坐得住，你做得不错。
是小公子聪慧，倒会回话，赏。不过一套文房玩具给孩子使的，你带回去，改日再来时也好接着教。这话已经不是单纯赏赐了，这是把改日再来说死了。谢王爷，我方才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我也是，但这趟不算坏。怎么不坏？我都快成王府半个编外先生了。至少王爷没有强扣人，也没明着抬军，给了赏又留了口，说明他真只是为小王尊，不是为别的。可只要我往王府去2回，外头就会自己张嘴，这确实是最麻烦的地方。去还是要去。主子，王府地铁1次可推，第2次不好推。与其等别人拿捏，不如我们自己定规矩。什么规矩？第一，不单独去，必须有我院里人跟着。第2，只教小王孙玩物，不涉旁事。第3，借这条线结王府善意，但不沾王府内务。奴婢明白。这文不是普通北狄上文，那是什么？像是北狄王庭旁支用在南婴押经所上的护文。你确定？不敢10分，可有7、8分像。老头子年轻时在边地见过一回。这就不是异族或为流入京城那么简单了。真是北狄王庭旁目的文。那曲姨娘这个孩子没有铁证前，这话谁都不许出口。是，这条线太重了，一旦掀开，未必只死曲姨娘一个。他当然明白，若真牵出外敌血脉混入侯府，侯府所有人都得被拖进泥里。你们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带你去问几句话。我可是曲姨娘的人。抓的就是曲姨娘的人。抓对了，念。奴婢不知道，奴婢只是替姨娘传个口信儿。传给谁？是外头一个卖针线的婆子。针线婆子长什么样？母亲，妾身当真不知翠农背着我做了这些事。他伺候我久了，我才信他，哪想到他竟敢私通外头。一个奴才哪来这么大胆子？妾身也不明白，只怕是有人看我得了歌，故意往我院里塞了祸根，那就更该查清楚。像是在叫狼。小悔，你看什么呢？看小少爷哭声真洪亮，身子骨好。小公子这2日念着江姑娘教的拼板，饭都多用了半碗。王爷命奴才来接江姑娘，再去一会。有劳公公稍等。这就来第2次了。去。是。王府里还有这么小的孩子？这是侧妃娘娘的小公子，今儿正好抱来晒暖。肚疼。肚子疼，喝了更哭，大概率不对劲。可这不是侯府，更不是玄阁。你看他做什么？你教我。奴婢只教小公子。你方才为什么看他？还是来了。奴婢只是听见小公子哭得厉害，下意识看了一眼。只是一眼？是。本王听说你很会看孩子。都是外头瞎传。那你说他怎么了？这就是世道了。奴婢不敢妄言病症，只是小孩子哭闹，多半离不开几样：饿了、胀了、疼了，或是吃了不合适的东西。譬如太早喂米汤，有些孩子肠胃弱，未必受得住。江姑娘慎言，小公子一直都是这么喂的。奴婢只是随口一说，不敢当真。撤了米汤，传府医。今日多亏江姑娘一句话，府医查了，说小公子近来腹胀，正要进米汤呢。这不是坏事，对我们来说未必。完了，这下他真觉得我有用了。一个烧火丫鬟倒真叫他爬起来了。既然他这么会看孩子，那就让他再看一回大的。这个最好看的要送韦夫人，另外1份给将军府，再留2份给铺子门口摆样。2号铺今日开张，可不能出错。放心放心，错不了。真出错我就自己赔。啊？赔什么？赔球球吗？我才不赔你的球。冬蓉姐姐，城外庄子来回话了。哪个庄子上的？是曲姨娘那边。她那边还有什么可来回话的？庄子上说，曲姨娘昨夜又闹起来了，一会儿哭孩子，一会儿喊那不是侯府的种，折腾了大半夜，她还活着。活着是活着，可人也快废了。自打她生下那个孩子后，血崩伤了身，脑子也时清醒时糊涂的。后来孩子没出满月就没了，侯夫人嫌她晦气，早早送去庄子养病，说是静养，其实跟圈禁也没两样。那个孩子真没了，名义上是没了，可那会儿府里乱，明崇院的人也换得快，谁亲眼瞧见了，谁也说不准。孩子名义上夭折，曲姨娘又疯疯癫癫被送庄子，这收尾干净的太刻意了，不必为他费神。主子，他若只是疯了，庄子自然能养着，
他若哪天忽然死了，也不奇怪。有些人不是被病拖死的，是知道的太多，活不久。娘亲报，今天要出门吗？出门去看你小环姐姐挣银子。今日开张，婴儿车、搀椅辅食碗全场减30%，买满10两送拨浪鼓，20两送磨牙木球。后头排队，别挤着小孩。菲菲，还要菲菲。真稳，这可比抱着省力多了。我要2辆，我娘家嫂子也刚生。你瞧见没有？这比第一家开张还热闹。那当然，第一家是新鲜，第二家是名气。等第3家开起来，咱们就是京城母婴第1号了。什么第1号？赚钱第1号。别光顾着数银子，小心贵人们听了笑话。他们笑他们的，我赚我的。你还有心思数银子？外头的谣言现在都传疯了。传我什么？江小马胆大包天，昌王请他上门都敢拒。还有更离谱的，说你是不是会什么狐媚妖术，把康王和金三爷都勾住了。我勾谁了？我勾的是财神。不过主子说了，这阵风头太盛，让你最近别单独出城，也别随便赴宴。知道，我现在是值钱货，得惜命，开铺子赚银子，这才是正路。咦，哪来的孩子声？谁把孩子扔这儿了？快看看，不是这里，这不是弃婴。什么？他是被人送来的。香香屋子，金钗女人。你听见什么了？他记得有人把他从家里抱出来，他娘还活着。谁会这么干？要么是求我救命，要么是拿他来试我。孩子送进去了，他果然捡了。接下来呢？等看他是会把这孩子当成麻烦扔出去，还是会一头扎进来。若他查下去了，那就让他看看孩子的事到底有多糟。不是送过帖子了，怎么又亲自来一趟？奴婢本不敢来，可曲姨娘昨夜闹得厉害，非说要见世子妃，嘴里翻来覆去都是些瘆人的话。她说什么了？抓着奴婢手喊什么别信产房里的人，别信红绳，别信奶牌。这些话你还跟谁说过？没有，奴婢谁也不敢说。就是曲姨娘今早又昏过去了，庄头怕真闹出人命，才叫奴婢来报一声。不是疯话，他怕是真知道什么。牌牌，人先送回去。主子，不把曲姨娘接回来问一问？接回来？她如今这副样子，接回来是问话还是引火？侯夫人不会准，外头也盯着。她若真知道什么，眼下最先急的不会是我们。主子的意思是，会有人先动她？若她说的真是疯话，没人理她；可若不是，她就活不了太久了。所以你现在更不能乱。庄子那边我会让人盯着，你去查你手里的孩子。别信红绳，别信奶奶。娘，不要哭。乖，又听见什么了？这女婴不是孤零零的一件案子，她很可能是从同一张旧网里被清出来的。你看看这花样见过没有？这不是街上常见的绣样，是南边的旧式团织纹。南边哪里？江南一带，尤其苏杭旧坊。只是这纹样早些年还多，这几年已经少见了。能做这个的是普通绣娘，还是专供高门的？这种针脚，这种里布包边，至少得是给内院做活的人。穷苦人家不会把心思花在旧襁褓上，那就更说明他是被人故意处理掉的。宫里来人了。江姑娘安，贤妃娘娘听闻姑娘巧思过人，善哄幼红，特请姑娘明日入宫，为三公主送几样启蒙玩具。奴婢不过民间小掌柜，怎敢劳烦娘娘挂念？娘娘说了，江姑娘不必自谦，明日4时宫门候着。来得真巧，孩子刚到，宫里就请你。是巧，巧得像有人故意一前一后，把路都给我铺好了。贤妃这时候叫你进宫，不会只是看玩具？
奴婢也是这么想，先有弃婴，后有宫照，我怎么觉得有人想把你往深水里推？主子，曲姨娘庄子上那些疯话，我总觉得不是巧，我也觉得不是。但眼下曲姨娘那边还不能动，她若真是救雷，总会自己炸开。你先已顾眼前这个新的。小妹妹，不哭。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婴，一个突然示好的贤妃，一句疯疯癫癫却句句戳到线头上的曲姨娘。这一计，怕真不是从一桩案子开始，而是从一张旧网重新合口开始。别信红绳，别信奶牌。原来这不是随口乱叫，他说的和这孩子身上的根本就是同一种的东西。主子，京中来信上写了什么？江小买开了第2家铺子，本宫一走，他倒活得越发风生水起了。殿下，可要让京中那边再添一把火？不着急，一个会听英语的小丫头，若只会救几个孩子也就罢了，可她若真顺着孩子往下查，那就先看看她能查到哪一步。许氏还活着，是庄子那边人的说，他夜里总哭孩子，也总喊着不是头一个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上不了台面，连这点事都抖落出来。告诉庄子那边，若他真疯的拦不住，就让他病死。庄子那边又来消息了，曲姨娘昨夜后半夜，庄子忽然请了大夫，说曲姨娘惊厥，险些没挺过去。这么巧？不是巧，是有人知道她开始乱说话了。庄子婆子这回偷偷加了句话来，说曲姨娘昏过去前一直抓着枕下不撒手，嘴里喊别让他们找到。枕下有东西，她不是只会疯喊，她是在拼命留东西。要不要派人去取？主子那边怎么说？主子说暂时不能明着动，侯夫人也盯着，外头的人未必不盯，但若真有机会，东西一定要先拿到我们手里。那就盯庄子那边，不能再断消息。救雷未报，但我已经闻到那股土里翻出来的血腥味儿，连木鸭子的机关都学去了，做工粗显，可远看真相。江姑娘既来了，不妨进来看看。买卖之道原本就是百家争鸣，争鸣可以，偷师可不大好听。天下巧思不止一家能想，江姑娘做的，别人为何做不得？做当然做得，就怕你们只学了壳子，学不了骨头。江姑娘近来名满京城，连宫里都请你。掌事消息灵，做生意的消息不灵可活不长。其实我一直很欣赏江姑娘，一个小小婢女能把孩子生意做成这样，了不起。掌事若真欣赏，便该少卖些仿品。仿不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江姑娘这条路未必走得稳。孩子、妇人、内宅、宫里查得太多，不是什么好事。掌事是在提醒我，还是在威胁我？都不是。我是好心劝你，别把自己从掌柜做成了靶子。这红绳系得太紧了，我怕勒着他。等等，他手上原来挂过东西，会不会是长命锁？不像，太细。果然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能证明它是谁的东西。不查。为何？因为你现在太惹眼，一个弃婴都能让宫里点名召你，若再顺着往下查，别人要动你，连理由都不用找。可孩子，侯府不是义堂，也不是捕快衙门。夫君，她不是无事生非。我知道，正因为她不是，所以才更危险。若因为危险就不查，那些孩子就活该被人换掉、扔掉、弄死吗？你若连自己都保不住，拿什么保别人？好啊，你说的对，可我偏要保。我的孩子就是他们的车，就是这个车害的。不好，这下要闹大了。
孩子怎么摔了？是这车不牢靠，奴婢听说这还是照着快乐宝宝的样子做的。奴婢也是听说快乐宝宝的车最稳妥，万宝行才照着做了。谁知还是摔了小少爷。你就是快乐宝宝的掌柜？先别急，先看孩子伤势。我的孩子都摔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推卸？原来是学他的样子做的，那根子还在他那儿吧？江姑娘，我本不想牵扯你，可既然这车源头设计与你相似，相似不等于一样，更何况孩子为什么摔，未必是车的问题。这护带根本没扣紧。奴婢平时就是这样系的。平时这样系，孩子早摔800回了，你故意松开的。江姑娘，说话可要有证据。证据就在他手上。他方才是故意拽着没扣时。好啊，原来是做局。都围在这儿做什么？哎呀，这不是我们昂回里新入册的小李娘吗？怎么闹成这样？原来他是你们行会的人，是又如何？奶娘靠手艺吃饭，总不能不许人接活。孩子摔了，先治孩子。至于车是谁的，带子是谁松的，总会查清。笑得越和气，越像毒蛇。我侯府的名声不靠推卸立着，孩子受伤，我们先管孩子。至于谁真做了手脚，迟早查明。我只求我儿平安。夫人放心，他伤得不重，更多是受惊。姨姨，那个柳三娘，你怎么看？她不是来收拾烂摊子的，她是来告诉我，奶娘这一块归她管。牌牌上有什么？原来那东西不只是个挂件，它是认身份的记号。祥婉姑娘，我是偷偷来的。少夫人请说。我儿子近来一见我就哭，见奶娘却笑，人人都说是孩子认奶，可我总觉得不对。前几日我听人说你能看出小孩子的毛病，我才厚着脸皮来求。孩子多大？7个月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亲你？1个月前，奶娘换过1次药物之后，又是奶娘。这是我儿阿琛。你听见什么了？我想先抱抱他。小少爷认生，怕冲撞了姑娘。孩子哭成这样，你还抱着不撒手，是怕冲撞我，还是怕我听见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少夫人，你先并退他人。少夫人，小饶爷哭闹伤身，还是让奴婢退下。这孩子说你不是他娘。胡说！孩子还不会说话，江姑娘怎可拿这种话吓我们少夫人？小婉，你可有把握？孩子不会认错味道。少夫人，孩子天生就依赖喂奶的人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依赖奶娘和认定她不是我娘不是一回事。更何况这孩子一见少夫人就怕，一见你就松，这不是亲疏，是习惯。你血口喷人！那你敢不敢让我查查他出生时的旧襁褓、胎记记录和月子册？把孩子出生时用的东西全都找出来。少夫人，我说找出来。若他真不是我的孩子，那你真正的孩子可能还活着。可若传出去，伯父嫡子被换，婆母会疯，老夫人会疯，爵位、族谱继承全都乱了。你帮我，求你帮我。我帮你，但从现在起，你府里每一个奶娘、稳婆、接生嬷嬷，我都要查。我怀胎10月，难产1夜，怎么会不是我的孩子？现在还不能下定论，但这孩子的反应不对，奶娘的神色也不对。若真被换了，我的孩子会在哪儿？先别自己下丝巾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叫外边知道。你若先乱了，真正下手的人就跑了。这里不对，少夫人是辰时产子，可这第一口奶记录却写的是40，
中间差了整整1个时辰。那晚我难产昏过去了，后面全是稳婆和婆母在安排。1个时辰足够做很多事。这块里布是后来补过的，补过，而且针脚不是府里的老绣娘做的，更像外头人急赶的活儿。看来不是你多心，你生产那晚的确有人动了手。少夫人，奴婢照顾小公爷尽心尽力，您这般是不是太寒奴婢的心了？打开，小满，果然，这是什么？和我捡到那孩子身上的线索一模一样。奴婢不知道，那不是奴婢的。现在怎么办？把他拿下，严刑拷问。不，他只是手，真正换孩子的人不会只放1只手在这儿。你想放线钓鱼，放话出去，就说少夫人已经疑心孩子血脉，今晚就要请族老来验。他会跑？对，我就等他跑。若他真跑了，你一定要替我把他抓回来。不止抓他，我要顺着他，把后头那窝东西都翻出来。果然上钩了，别急，跟着。他不逃出京，说明他不是想逃，是想回窝。育婴堂，找到了。一个奶娘夜里不往家跑，反而来育婴堂，这地方果然有鬼。先别硬闯。为什么？这种地方敢半夜收人，说明里面不止1个接应。咱们人少，打草惊蛇不划算。不止1个孩子。翻进去看看，只看不动手。这哪里像正经育婴堂，这像货仓。今晚那奶娘送来的东西收好了没？收好了，等明儿柳三娘那边来人接。这批单子催得紧，城北王家那个姑娘不能再养了，得赶紧换出去。还有2个男娃也要走北向，身份文书都做好了。他们真的在写孩子身份？唉，最近风声紧，上头让咱们把册子都烧一遍，别留后患。哼，烧了也好，免得哪天落人手里。册子还在，只要找到册子，这里就跑不了。哪来的哭声？妈妈不见了！我要哭，我要大声哭！这小祖宗倒真会挑时候。先拿账册。后头有人！册子带不全了，先救人。走。不丢。1个都不丢。好多小团子，一晚上救回来这么多，咱们这是开铺子还是开善堂？少说废话，先安顿。我不叫狗蛋儿，我叫阿明。姨姨说我爹有大门。这些孩子果然多数都不是弃婴，符合这几样的，京中不超过3家。哪3家？礼部侍郎府、督察院左京都侍府，还有静安伯府。这孩子若真是其中1家丢失的嫡子，那就不是后宅丑闻，是朝臣继承。所以更不能轻举妄动。一旦查实，牵出的就不止1个奶娘，1个育婴亭，是整个京中权贵血脉的地基。听说他半夜拐了好多孩子，什么查案？我看就是借查案掩人耳目。刘少姑娘，他们堵着门，客人都不敢进。反了天了！别冲动，他们都快骑到咱们头上拉屎了。这不是寻常嘴碎，有人在替昨夜育婴堂那把火提前给我泼脏水，我不能再一桩一桩去撞了。你想怎么做？铺网、送货火急、木匠修理、奶娘回访、玩具试用、辅食定制、快乐宝宝，所有能进后宅见到孩子的渠道全都变成眼睛。满满画大网网。他们用网抓孩子，那我就用更大的网把他们捞出来。城南冯家刚换了奶娘，新奶娘是柳三娘行柜里出来的。城西宋家小少爷最近总夜哭，夫人要订安睡枕。柳三娘的人单独记。还有一户刚生双胎的人家，特意问有没有能分辨奶量的小客壶。凡是近3个月内换过奶娘、接生婆和稳婆的，都记红，明白？你这哪是开铺子，分明是在织天罗地网。不知大点儿，怎么捞鱼？
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对方毁册子，我就用人和孩子把册子重新拼回来。娘，是娘！你认识他？娘抱抱！我只是来看看。你是不是他娘？我认错了。你方才明明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只是听说这里捡了个女婴，想来瞧瞧。有人在外头盯他。你认识这孩子？求你别问了。你若不说，他就真的没命回去了。我若说了，我和我儿子都得死。你还有个儿子，所以你家里不只丢了一个孩子。姑娘，求你别再问了，我今日从未来过。果然有人盯他，别跟太近。要不要现在拿人？不，他现在是活线。小心！来人！救人！撑住，撑住！你告诉我，孩子是谁换的？奶呀，又是这个，别让他们换。又晚了一步。东荣，记住那辆灰车，他们开始杀人灭口了。能拼上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普通挂件，像是做身份认记的。那女婴一直说没有牌牌我就不是这个家的孩子了，说明这东西不是给孩子玩的，是给大人认人的，认孩子身份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只要牌子没了，孩子是谁就全凭一张嘴，所以他们要夺牌，也要灭口。你家在哪儿？白墙，很多姐姐，重新出去有新娘，这不像普通后宅，更像某个专门养孩子再分出去的地方。这东西，你们从哪儿来的？您认得？早些年的奶娘行里确实有给记号孩子戴奶牙牌的旧习。记号孩子，有些孩子生下来见不得光，或要送人认养，就会做一块牌，一半在孩子身上，一半在大人手里，认牌不认人。那若牌子没了，那孩子是龙是凤，是嫡是庶，就全看活着的人怎么说了。王爷，听说你今日又捡了半条线索，又死了一个人。王爷消息真快。本王若消息不快，昨夜死的人就不止他一个。你查的不只是几个孩子，再往下走就是世家、宗室、朝臣、后宫。那王爷是来劝我停手？不，本王是来告诉你，你若继续查，就别再单独走夜路，也别再自以为聪明。对手已经开始杀人了。多谢王爷提醒。不是提醒，是警告。你这是画命案图呢？不是命案图，是孩子从原来的命被换成另一条命的路。我有预感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那下一步查哪儿？奶娘刚会、柳三娘、城东冯家、城南宋家、伯府，还有这个新添的周家，全记红。你这是要一家家摸过去？不是摸，是筛。筛什么？筛出最近3个月里孩子气味、乳母、起居和旧物都出现变化的人家。换子不是临时起意，得有人接生，有人接手，有人代养，有人做旧，只要动了，就一定有痕。真有这么多？比我想的还多。他倒还有脸来。江姑娘近来辛苦了，我是来送份贺礼，也来赔个不是。三娘的礼怕不好收，不过是2盒南方孩子用的安神香囊。我最讨厌拿孩子做生意的人送孩子东西。姑娘何必这样咄咄逼人？奶娘行会不过混口饭吃，混口饭吃，要混到半夜接人私藏奶牙牌牵连命案。江姑娘聪明，可太聪明的女子往往活不长。我倒觉得心太黑的人更活不久。你觉得自己是在救孩子，可你知不知道，京城半数后宅都用我们行皇的人，你再查下去，不是得罪我一个，是得罪一整城的人。那正好，一城一城查，总比被你们一窝一窝吃掉孩子强。好，那我就等着看你能护住几个。他这是明着宣战。他不是宣战，他是在提醒我，他背后有人。柳三娘今天上门是想吓退你。那咱们下一步怎么走？
昨晚那地方烧了册子，但不可能一夜不剩。我要找出静安育婴田总名单。去哪儿找？柳三娘手里，或者另一个比她更高的人手里。我听说你能看出孩子是不是认娘？谁告诉你的？伯府那边有风声。你家孩子怎么了？他不吃我喂的，不睡我哄的，只认奶娘。可我明明没离过他。小满姑娘只是来看看孩子作息。是。这孩子不是不认亲娘，而是亲娘被赶到了外头。明面上的少奶奶抱的根本不是她自己生的孩子，一个更复杂的母子错位浮出水面。奴婢不敢惊着主子。你是谁？奴婢本是府里绣娘，孩子生下来后，他们说我冲撞主母，把孩子抱走了。是谁抱走的？是奶娘和接生婆，还有夫人身边的老嬷嬷。原来不仅是换掉嫡子，有些人甚至直接把庶子冒充嫡子，把亲娘贬成下人。这张网比他以为的还脏。一个外头来的商妇也敢在我家挑拨是非？我挑拨？还是你们自己把孩子生母压成了粗食？是那贱婢生了孩子后疯疯癫癫，非说小少爷是他的，奴婢们不过是按规矩办事。那为什么这孩子只认他？孩子小时候都抱混了，可他从见面第一眼就认准了，把这奶娘压下去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今天这桩不像是偷孩子，更像是改孩子的位置。对。有些孩子不是被卖掉，是被挪到了更值钱的位置上。嫡换庶，庶换嫡，甚至可能儿换女，女换子。咱们查到现在，已经不只是哪家丢了孩子，而是有人在用孩子重排整个京城后宅的血脉和继承。这还查得下去吗？查，越大越要查。一个是嫡子一被换，一个是庶子被顶进嫡位。这说明对方并不在意谁是亲生，只在意谁该占哪个位置。对，他们不是偷孩子，是改命。你打算怎么往下走？我要盯奶娘。盯谁？所有最近出过问题的人家里，往来最勤的奶娘。他们不是单线做事，一定彼此通消息。我给你2个人，暗中盯，不许冒进。果然都来了。最近风声紧，旧牌都收回，新的记号晚些发。那几个出事的人家呢？安生待着，先别动。查到了也得有人敢认。有字，旧货，新女，把孩子牵成货，还有牙牌逮捕。他们真的在统一给孩子做身份牌。捡了就捡了，我倒要看看某些人敢不敢顺着来。太明显了，像是故意给你看。我也知道像诱饵，可不去，线就断。去了，可能正中埋伏。如果新女指的是刚被换掉的女婴，那就说明这批孩子还在流动。所以我必须去，那就不止你一个人去。我不外线。不，这次还是得从我进去。你是不是最近才被换出来的？新的城东新女，这是下一批。来了，再等等，看接头的是谁。上！人呢？后窗没人，房梁没人，监控是空院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死人了！是江小满逼死的。糟了，不是诱饵，这是专门给我准备的坟坑。听说江小满查案，把奶娘逼死了。再有本事，逼死人也太狠了。不是我们，是谁信？小丽娘啊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？江姑娘，我知道你想查案，可你也不能把人逼到这个份上。她是自己撞的。同会姐妹出事，我自然该来了。你来的可真快。江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还奶娘清白！这帮碎嘴的都没长脑子吗？别出去，越吵越乱。妖妇逼死奶娘，还卖孩子东西，谁知道她是不是借着看孩子干见不得人的勾当？小马，你倒说句话呀！现在说，没人听。你真不出去？不出。
再让他们赌下去，生意要停，停就停。这次对方要的不是我一时丢脸，是要逼我忙着洗自己，顾不上茶线。他们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，哪里着火就扑哪里。可这次，我偏不扑。那你要做什么？往后查，从死人身后往活人身上查。静安育婴堂烧册子是毁过去，城东小院逼死奶娘是断现在。那未来呢？未来一定还在动，只要这张网还在运转，就还会有新的孩子被换、被送、被补牌。所以你要等下一次，不是等，是盯。这是我让人从城放牙行那边抄来的。近半年，奶娘岗会里有8个人突然换了住处，3个人多了外快，2个还悄悄赎了亲族。你不是不让我查？我是不让你拿命去撞墙，可你若能学会绕着走，我不拦。多谢世子爷。查不到，照样是你无能。行，那我就争口气。我在想坏人的钱怎么走。对啊，孩子会被藏，钱可藏不干净。线断了，不代表前路断了。你们能把人做成货，就一定得算账。谁在堵门？先跟我将军府讲讲道理。我们只是替死人鸣不平。堵一个卖孩子木车的铺子，算什么本事？总算来了个能镇场子的，多谢。你别多想，我嫂子怕悬甲的新玩具没人做，才让我来。王爷现在都流行不打招呼就出现。本王若先打招呼，你还会出来见。你最近犯了个大错。我知道，轻敌。不止，你有铺子，有名声，有侯府，有将军府，有人护，也有人盯。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变成别人出刀的理由。再往下查，你若不会借势，就会死。我府少夫人、周家少奶奶，还有城南冯夫人都递了帖。这时候来，不会是也怀疑自家孩子吧？不止，也是来试我。你打算见？见。对方拿舆论压我，是因为知道我孤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，我身后站的不止侯府。终于想明白了，我要把那些真正怕孩子出事的母亲，都拉到我这一边。夫人团？不，是妇孺民心。我不信你害人。我也是。我今日来，是因为我家孩子夜里总说梦话，叫另一个名字。原来你也一样。我原本不敢说，可最近听见你在查，我反倒觉得不能再捂着了。从今以后，谁家孩子奶娘、稳婆、接生婆有变动，你们第一时间让人来找我。那外头的流言由你们去破。听说柳三娘那边最近在找新的记号将，旧的出事了呗。奶牙牌不是奶娘自己刻得出来的，必有专门做这种活的人。可京中会刻玉骨奶、刻小物件的人太多了，那就筛。这种牌子又做成一对，还得样式统一，不像临时找玉匠，更像长期固定到这个人。也就是找到这个人，就能常年替他们做身份牌。碧落街南口有个老净人，专做小件挂牌和佛牌，近来忽然关了铺子。为什么关？听说儿子病了，搬去建脚隐病，那就从他查。老人家，我们是来问一件小物件。不做生意了。你果然认得。没见过。爹别怕，那群坏人又来了吗？他们威胁你儿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只是做些小牌子，根本不知道是拿去害孩子的。谁找你做的？一开始是奶娘行会的人，富贵人家怕孩子认错，做个记号安稳。后来越做越多，连骨牌、玉牌、锁牌都有，还要1式2。柳三娘，柳三娘只是来取货，真正下单的是个叫水妈妈的女人。江南那条线。后来我不肯做了，他们就拿我儿子下手，说我敢断活，就断我儿子的药。别让坏人打爹。最后一批牌子送去哪儿了？这是我偷偷记的一次，怕哪天死了也好有人知道我不是自己想干这事儿。真把孩子当货寄？我不知道。北巷是哪里？只听他们说是个旧仓，每次送牌子都在夜里。老人家，这只和你儿子的事儿，我们会护住。姑娘，若真能护住那些孩子，就比护住我强了。北巷旧仓，左肩红痣，7个月的女婴，和我们捡到的那个月份对不上，说明还有别的。对，他们还在继续送孩子，今晚就去。不，这回要带够人。北巷旧仓，这一次我要抓现行。北巷那批这2日就要转出去，听说还新添了个小丫头，哭得厉害。2位是来买什么的？一看就有鬼。今晚我要去北巷旧仓，
我陪你的人已经在外头候着。你以为我会让你自己去？这次不只要救人，还要留活口。我想请将军府也帮个忙。为什么？北向旧仓若真是中转地，光侯府的人未必压得住。你是怕背后还有水路和外援？对，我来递话。还有一件事。说。若真抓到人，不要先惊动衙门。我怀疑衙门里也有人吃这条线的饭。真有人。就是这儿。动手！找到了！贱人！北向是仓，南码头才是路。喂，瑶瑶。果然是码头，都要从南码头转走。至少这一批是北向藏货，南码头出货。这已经不只是京城内宅的勾当。你家门口有什么？门大大，大把穿红衣。礼部侍郎府。礼部侍郎方家2年前曾报过嫡子夭折，可这孩子看着年纪、习惯、口音全对得上。若真如此，一个朝臣夭折的嫡子，很不可能根本没死，而是被剔出去，另一条血脉顶进了他该站的位置。若把这孩子送回去，方家会疯。可不送回去，就等于默许。现在送也没用，2年了，方家那个嫡子若还活在府里，说明已经有人替进去了。所以这不是认亲，是掀桌。而且掀的不是一家，是朝臣继承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到现在所有线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：对方不是偷孩子赚钱，是用孩子改门第、改嫡庶、改血脉。那就更不能乱动。可也不能不动。放你娘的屁！我就带孩子来买了个安睡枕，回去后夜里一直哭。你家孩子本来就病着。他们在毁你根基。我知道，所以更说明咱们这次真的碰到主心骨了。查过传器，挂的是万宝行下属一个小货号。果然又是万宝行，那今晚就去。不，先盯一夜，看他是进还是出。我总觉得船不是终点，南码头只是把京城的孩子往更大的地方送。看着像普通运货，普通货不会全在夜里走。箱子里，再等等，怎么还不走？船老大像在等什么？他们在接信号。要不要跟那个人？跟，一条线去跟人，一条线盯船。可他更明白，自己站在码头边看到的，已经不是1、2桩后宅案，而是一条真正成型的运孩子水路。小心！该死，跑了！还是这东西。果然是他，北向救货3件转南，京中新女1名逮捕，孩子被当成货，从京城发出，再从水路洗掉身份。姑娘，船快开了，别惊动。先记船号，先记货号，先记暗印。今晚我们看到的，够把案子从后宅抬到京城商路上去了。人丢了，只捡到这个。东荣，我们查到的不是谁家偷了谁的孩子，是一张拿孩子改血脉、拿商路洗身份、拿奶娘做刀的网。而现在，万宝行已经在网中央了。江姑娘近来辛苦。长事请查，总不会只为说这一句。爽快，我就喜欢同聪明人说话。万宝行愿与快乐宝宝合开育婴精品馆，你出点子、名声、货样，我出银子、铺路、工匠和州府渠道，利润对半。听着真像天上掉金子。对别人不是，对你是。那我更不敢接了。江姑娘聪明，应该知道
快乐宝宝如今再热，也不过是京城一角。可若有万宝行，你3个月能进江南，半年能铺2淮，1年能到北地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不必再为几辆小车、几把船车算账，你会是真正的大掌柜。掌事说的真好听，就是不知道这大掌柜是我，还是你手里一块会说话的招牌。做生意本就是互相借力，借力可以，借命不行。模具归你，工匠归你，账房归你，州府铺契归你，连我画的图样死后都算万宝行的。掌事这是合作，还是吃绝户？江姑娘，你若真要查那些孩子的事，更需要一个大靠山。多谢，不用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知道你查到了南码头，也知道你手上有几枚奶牙牌。掌事消息真灵。不灵，怎么护得住生意？孩子、奶娘、育婴亭、南码头，这些东西看似散，实则盘根错节。你以为你在救人，可能最后救出来的是一城祸水。你以为你在吓我？不是吓，是惜才。江姑娘，再聪明的女子，若不懂得站队，也会死在自己的聪明上。那掌事就多活几天，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死在你前面的。哼，果然是要吞你。不是吞，是要把他绑进万宝行这条船，而且是心甘情愿、签字画押的绑。这人也太不要脸了！不要脸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他知道我现在最缺什么。州府路子，工匠产能，稳定供货。所以我得更快把自己的底盘立起来。你打算怎么立？我要改铺子，从卖货改成卖整套养孩子的办法。这又是什么新花样？会馆。会馆？万宝行能学我的车、我的椅子、我的玩具，可他学不了我怎么教人养孩子。进门先是车是椅，后头有奶娘学规矩，旁边有辅食配方，再往里是孩子启蒙玩具和嗜睡枕。贵夫人来一趟，不止买东西，还能把怎么养一并带走。那他们就不是来买一件货，是来买安心。对，安心最贵，所以最值钱。走了4个，一夜之间。都说家里有急事，可人今早已经在万宝行那边上工了。对方银子给的高，还包家里看病、赎身、送孩子进学，年轻些的心就动了。不是心动，是被拿住了命门。你最缺什么？他不是光看到了，还已经动手了。万宝行新制，孩子坐卧学玩一套齐全。这不就是你前几日刚画的那几样吗？工坊里有人把我的图递出去了，查，先查谁昨夜碰过会馆图。我这就回去查。终于切身体会到，商战最恶心的不是抄，而是你刚想到第1步，对方已经把第2步摆在了你脸上。就是他，昨夜他收拾图纸时，偷偷描了一份。姑娘饶命，我娘病了，他们说只要我递张图，就给我10两银子。只有你一个？说。还有库房小六把木样借给他们拓了。他不是主脑，打死一个阿顺，明天还会有阿顺2号、3号。谁给你递的钱？是城东一个药铺掌柜。果然，我画一个，别人偷一个，偷不过来。与其守一个点子，不如一直植物往前跑。别人偷1代，他就出2代、3代、4代。只要自己跑得够快，别人就永远只能在后头捡壳子。从今天起，旧婴儿车改折叠把手，学步架加防翻底盘，餐椅座可拆小桌板。这是又改了？不是改，是升级。那万宝行那边刚抄过去的旧图，让他们抄，他们做他们的旧货，我们卖我们的新货。
还有，会馆召开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他们抄得快，还是我想得快。这铺子怎么像变了个模样？从今天起，不光卖东西，也教怎么用，怎么养。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整出什么新鲜。我是新款小招牌。原来孩子这个月能吃这些，这比我家老嬷嬷讲的清楚多了。会馆这步走对了，江姑娘，那日是我急糊涂了。孩子怎么样？是这个姨姨抱我最稳。我后来细查了，那乳母果然私下收过银子，人呢？死活不开口，婆母也怕丢脸，先关着了。他倒真有几分本事，这么快又把局面稳住了。正常。那咱们还继续压价？压价没用了，他卖的已经不只是货，是依赖。那怎么办？断他的人，工匠不是已经挖了？不是工匠，是他自己。贤妃要见他，这次不是请他做买卖，是请他站队。传贤妃娘娘口谕：3日后宫中设皇子启蒙宴，请江姑娘入宫布置孩童启蒙玩具。这可是大脸面，贤妃娘娘真看中他。这次是当众选你，推都不好推。我知道，娘娘说了，江姑娘是懂孩子的人，这场宴离了谁都成，离了江姑娘不成。这话捧得高，摔下来也会更疼。接了，能不接吗？能。然后第2天全京城都知道我恃宠生狂，藐视贤妃。这场宴不是赏你，是套你。我知道，宫里孩子出点什么事，最后都能算到你头上，所以我得去，还得活着出来。进宫之前，把你手上最要紧的线索分3份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你被扣在宫里，外头的人得知道往哪里接着查。好，棱角再磨一遍。这批都看过了。宫里的孩子不怕你做得慢，就怕你错一处。这回倒不像去挣钱，像去赴刑场。差不多，但刑场也得挑自己最顺手的刀。上回3公主那边你已经觉得不对，这次启蒙宴只怕更复杂。我会小心，这回不能带你。回来给你带新的叠叠木。贤妃娘娘说3皇子、5皇子、3公主等都要来。知道了。又换香香了。宫里果然也有人在用味道控制和区分孩子。江姑娘果然巧思，娘娘谬赞。不是一个孩子，好几个宫中孩子都在被相似的方式照顾。快，太医！等等，江姑娘，她不是现在才病，她是每次吃完某样东西都会这样。姑娘慎言，小皇孙素来有身症。不是身症，是反复被引出来的像身症。别再喂药，先把方才吃过的东西拿来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他不是无故发作，他是每次吃完这奶羹就会这样。里边掺过东西。奴婢冤枉，这是膳房按旧例做的。先查，你喂他之前自己尝过没有？这羹中确有微量安神压气之物。安神也会这样？成人不会，小孩子未必。他若长期被这么喂，身子会渐渐依赖，一旦量稍重，就会头晕、抽搐，像犯咸症。正是，若持续这样，孩子会越来越虚，还会被误当成天生弱症。这奶羹一直是谁在管？奴婢只是照单位。是启蒙宴。幸亏本宫早就觉得江姑娘最懂孩子，今日特意请她来，才没酿成大祸。贤妃娘娘果然细心，也是娘娘慧眼识人。好手段，既用了我，又顺手给我贴了标签。恭喜！恭喜我什么？恭喜你，从今天起，满京城都会说你是贤妃的人。我知道。知道还接他的局？不接。今天出事的就是孩子。接了，出事的以后就是你。你若还不懂高位拉拢的意思，迟早会被卖了，还替人数钱。那王爷教我。哼，很简单，要么别进局，要么进去以后别让人只拿走你的弓。在权力场里，光破局不够，还得会分工、挡锅、反借势。这些碗都送哪儿去洗？
后膳房。今日来的奶嬷嬷好多，我都快记不住谁是谁了。那倒简单，咱们这边孩子多，谁伺候哪位小主子都在册上。能借我看看吗？我回头好按孩子月份给娘娘们各配不同玩具。给你弟弟的。那我一会儿偷偷抄一份给姑娘。今天辛苦你了。不敢。你救了小皇孙，本宫心里记着。本宫向来惜才，像你这样聪明、懂孩子又有分寸的人，不该只窝在侯府后宅和一个小铺子里。你若愿意，往后宫里孩子的启蒙、用具、照养，本宫都可以交给你。有本宫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奴婢只会做点小买卖，怕担不起娘娘厚爱。小满，有些路不是你想不走就能不走的。姑娘，快收着。你胆子不小。反正奴婢看着那几个孩子也怪可怜的。这里还有这2个姓柳的。不是巧，宫里至少有3名奶嬷曾经在柳三娘打横行挂过册。那宫里和外头通着，不仅是京城高门，连皇子公主身边的奶嬷都可能在这张网里。7个月和9个月嘴里接受的颗粒感不同。原来不是越细越好。不是，孩子不是泥娃娃，不能全靠糊弄。你这课一开，真成先生啦。越多人跟着我学，别人越难用妖术2个字砸我。现在的会馆不只是赚钱和安身，也是我是筛人看局反制柳三娘的最佳地方。我昨儿进宫，听见有人说贤妃要推你做宫中启蒙供奉，若真成了，你就彻底跟宫里绑死了。我们几家现在都靠你盯着孩子线，若你进宫，我不会进，可贤妃未必会让你由着自己，所以我更得在外头先站稳。从今日起，各家孩子身上的旧锁、旧牌、旧强包、出生册，全都按理翻一遍。江南铺面的事，怕是不顺。说，原先谈好的3家木料行、2家绣坊、1个铺面，全都反口了。同一天？来信都写得客气，说是家有急事不便合作，可意思很明白，有人在江南提前封了你的路。沈寒章10有8九，这说明江南那边真的藏着他最怕我看见的东西。既然封路，就说明那边值得去。江南是万宝行根基所在，你若过去，正中他眼。我知道。还去？去。弃婴强暴的秀文，奶牙牌的旧宫，南码头的货路，都在往江南指。快乐宝宝也必须走出去。这趟不只是生意，是找根。那就去。我给你带通关文书和护卫。听说你要去江南，王爷的耳目也太多了。我若说不想你去呢？那王爷得早点说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了。那就别死在外头。我命硬，命硬的人也会流血。这一趟怎么跟逃命似的？因为真有可能逃命。不走，不走！我去一趟江南，回来给你带新玩意儿。要会转转的，会想想的。行，都带。你只会卖货不够，出去开分号，总账、死账、回本周期你都得懂。这3本你带走看。主子真舍得把账给我？你连命都替我和玄哥拼过，几本账算什么？江南是你第1回真正担得力局，别只想着查案，生意也得站住。我明白。一个防身，一个叫人。哟，敬三爷还挺周到。南边水路复杂，你那点小聪明够用，手脚未必够快。那要不敬三爷跟我去？你开口，我还真去。放心，我会晚一步到。什么意思？将军府的兵不会跟着你招摇断势，可你若真砸到坑里，我会把你捞出来。行，那你记得捞快点。我要回家，娘娘说会来接。怎么了？那孩子不对。姑娘，我们只是赶路卖伤。他几岁？
3岁。把车帘都掀开。这么多！冤枉！这些都是我捡来的孤儿，就是我捡来的孤……连奶牙牌都用上了，还敢说捡来的？南下第1天，我就明白了，我不是去江南查一条线，我是正在走进一张遍布南北的孩子黑网。别怕，告诉姐姐，你们原本都住哪儿？先到大码头，有人说送我去南边换新家，船上好晃。京城南码头，转水路，再入江南，和咱们查到的一模一样。这个孩子衣袖里缝着阮字，南边阮家。还有这个，脚腕上有旧银铃印。我家门口有水车。今晚起，这几个孩子的身份别先公开，怕被灭口，怕他们还没找到家，就又被人抢回去。几位别怪，最近城里规矩紧，外头来的货得先过本地商会的眼。谁定的规矩？能让整个江南城都守的规矩，自然不是小人物定的。江姑娘，真是对不住，家里老人病了，这铺子不租了。昨日还说好，今日就不租。银子我双倍退。不是银子问题，是有人不让你租给我。是万宝行还是本地商会？姑娘，您别问了，我还得在江南活。咱们还没开张，就先被封了喉。那就说明我们来对地方了。现在怎么办？不开铺，至少不先急着开，先查绣坊。为什么？弃婴墙报上的花纹，补过的里布，奶牙牌上的小套带，都是细活。南边的换子线离不开绣坊。那从哪家下手？锦春堂，江南最大的绣坊，也是最不敢得罪万宝行的那一家。江姑娘大名，妾身早有耳闻，既闻名，就该知道我来意。无非是谈合作，只是为我们锦春堂接的多是熟客长单，怕腾不出手给姑娘的小铺子。小铺子，我手里有京城最热的母婴货，若你们接这笔单，未来分号一开，能养活你们半个堂口。那也得有命接。江姑娘，江南不是京城，在这里，有些人的生意碰不得。这位姐姐，你这补布针法挺特别。奴婢手镯乱缝的。白绫内衬、团织回纹、旧襁褓里布补边，这些也都是你乱缝的。姑娘，快走！再不走，你也会被盯上。外地来的，让开！不让！我们老大说了，外头女人来江南做买卖，得先学规矩。你们老大是谁？你配知道？哎，他不配知道，你就配动他。我是不是来的正是时候？再晚半步，我就自己动手了。那我岂不是少了英雄救美的机会？滚回去告诉你们背后那位将军府的人到了。他若还想玩阴的，我不介意把江南城的商会桌子一张张掀了。你不是说晚一步到？晚一步是让你先看清这地方有多脏。现在看清了没？看清了，所以更该查。江南最大的绣坊、最大水路、最大商会、最大善堂，背后都有万宝行影子。那咱们第一刀切哪儿？先从富户后宅切。为什么？因为换子、绣坊、水路、奶娘，最后都得落到哪家需要孩子上。听说孙家3胞胎刚满月，排场极大，越热闹的地方，越容易藏秘密。行。
那我就陪你去吃这桌满月酒。